给到了两边的教练，今天的 BP 一定也会是一个重点。那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话，狼队是在蓝色方，快手是在红色方。包括今天他们对于自己的打野优先级到底如何，小胖和句号的新老打野的对位，我觉得也是一大看点。对，都是出道时的天才打野。是的，是的。小胖的话，其实偏进攻属性的那种强势打野嘛。然后句号的话，他是野核嘛，他打速率、刷野的速率，然后支援边路的效率比较高。没错。那两支队伍的话，他们有共同优先级高的英雄，一个是现在处理到的苏烈，还有就是杨戬这样的英雄。杨戬、大司命、苏烈都是两个队伍的共同吃分点。来看一下后续，快手这边作为红色方，他怎么办？鲁班大师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选择。快手这边今天第一把想稳健一点吧，不想太拼刺刀。他如果要是拼的话，就是把鲁班大师放出来，看狼队会不会去拿。对。而狼队目前他们在年总第一局有个惯性，就是非常喜欢用戈亚加空空儿那一套先抢一分。他搬苏烈也是有想拿空空儿的意思，还搬了首女娲，这是针对流浪。是的，他的本命英雄也是他们在巅峰对决的时候选择到的中单位置。快手看一下空空儿和戈亚，处理掉了戈亚，也算是拆掉了狼队在本次年总的一套吃分组合了。空空儿加上戈亚的这个，那还有。盾山、空空儿、阿离，其实一楼的话可以先选择一个阿离，会比较保险一点吧。阿离感觉都可以搭嘛。是的。而且现在处理掉戈亚之后，如果快手想要对位去打这个公孙离，大概率是个仓。而且仓也是本次年总妖刀最高位选的一个射手位者，拿了8次75%的胜率。反正现在难题给到了快手，要不要接这首空空儿？他选择的是应对空空儿的大司命。大司命是本次年总句号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个韩野了，5战5胜，全胜战绩。没错，两边的共同吃分点。那么狼队如果正常讲的话，这个空空儿其实可以接打仓的时候是可以去限制到仓的输出环境的。选择出了祥瑞亨通小胖的 FMP， 回首献花。狼队整体他的 BP 策略跟上场打京东是一样的，就是把自己的阵容节奏主动性提得非常的高，对，就是打快节奏。而且也是在上一场比赛看到，通过使用到裴千武这个英雄拿到胜利之后，小胖他整体状态的一个回归啊，自信了。对。思源堂向来也快手是邵思源对位打空空儿，邵思源加大司命的一个谋财害命组合。这样双方的3个位置算是对应对位了，对，只剩这个中单跟对抗路都还没有出，但是他们都保证自己的野辅强度是相当高的这一局。是啊，是的，野区速率都不会太差。那中轴的强度就更加关键了。而快手作为红色方，他4楼有一个优先选择的优势，他可以看情况去抢一个强势中单。那外边还有沈梦溪，攻有英雄池。好，两边是对搬对抗路，快手搬关羽，狼队是搬狂铁。其实狼队这边的对抗路更需要一个能扛的，因为目前来看他们是0前排。但是如果他不搬狂铁的话，快手这边肯定会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蒙恬，蒙恬还不错，但蒙恬不太适合快手的阵容。但其实重庆狼队这边的话，他不太依赖对抗路去拿一个那种坦克太笨重的。对，他这套阵容更多的会搭一个洛特之类的那种切边，就是属于一个全员切位的一个状态，就主打一个机动性够高。对，而且空空儿所提供的视野也是足够的好。是的，其实他这套阵容就是非常的搏命流，这也非常符合狼队在近期比赛第一局喜欢拿到的风格。对，说明今天大家这个火药味很足啊，竞技状态上来了。是的。不知道他们近期的手感保持的怎么样？毕竟我们经历过一轮的休整，4天的时间。快手后2班给到了中单，海月和西施全是保证了句号大司命，他抢中轴视野，包括龙团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点上，子焕的话，他还有的英雄有像甄姬，还有海诺，其实都是他就
这个优先级会比较高的英雄。狼队搬到了火舞，加沈梦溪，海诺给对面了。因为海诺的话，可能狼队觉得他们这个阵容突后排，海诺又没有控制的一个情况下，伤害也不是那种爆发伤害。对，他是一触即发的团战，海诺是需要慢慢打的那种浩克流法师。说白了，狼队这套阵容一波就给你后排干没了，就不会给你海诺那么多时间去叠你的印记。对，而且逮住你就是一顿打。还有就是两边的中单位置的风格，其实他们的定位，我们在赛前就跟大家聊到了。流浪其实他在年总的海诺优先级不会出那么高，更多的还是会给他拿到像小乔这样的一些大核心去打。对，前期希望中轴主动性加强吧，因为对面这个阵容确实是太凶残了。就是重庆狼队的话，觉得这3楼出的非常符合他们队伍的风格吧，就是非常的进攻性。对。那看一下狼队中路，他要补真机这种的话，那就是比较弱的中轴了。蒙恬还是选择了蒙恬顶一个前排，他选择了安琪拉，这是用来削弱大司命状态的一个英雄，打前排非常好用。没错，是的。蒙恬的话也是樱花自己的本命英雄，确实有一些调整啊，我觉得重庆狼队的这2楼的选择，对。但是通过这样的调整，能够感觉到他们在整体的中野节奏上面的倾向性会变得更高一些了。对，我觉得可能是樱花加入之后的话，他们整个队伍的话更偏沉稳一点吧。樱花它主要还有一些特殊的英雄池，我觉得这作为狼队红色方，它可以出奇制胜的一个点。樱花的话，今年全年一共用了18个不同的英雄啊。他之前在联赛的时候，在 RNGM 的时候，经常会把它放作5楼的康特位，给他去拿英雄，所以英雄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其实更多的是在两边的一个阵容选择完了以后，他们的节奏点上，因为狼队这一把，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前期强度是相当之高的。他每条线其实是都挺凶的吧？只要空旷儿有4级，拥有了开团能力之后，他们在河道打架，就是看到对面后排就可以尝试打一炮。而且和上场一样，他们在第1场比赛就给小胖拿到了自己的 FMVP 英雄，他的裴擒虎。而快手这边的话呢，则是在第1局给巨航拿到了自己目前5战5胜100%的大司命。一上来就是针锋相对，火药味拉满了这个打野位置上面。但是他们的节奏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狼队这边的话，前期跟着小胖他整体的刷野节奏也会更快一点，而快手这边的话呢，则是小乔这个点可能需要大司命过来帮他解线才比较好动。就整体快手在5楼补完这个曹操之后，这个阵容感觉他3条线上都是核，都蛮吃发育的。而狼队他选的阵容刚好就是发育点比较少的阵容，就两边一边变成了矛，一边变成了盾。快手这把是希望这对局的节奏稍微慢一些。是的，快手这边其实他希望他用中辅去撑一下前中期节奏嘛，在河道的这个主动权。然后选择曹操的话，更多的是希望在团战方面的话有一个更强的限制能力嘛。所以其实快手他更加倾向于是自己的一些团战的能力和团战的思路。利用自己的中野辅去撑前期的一个强度，而对面的话呢，看到狼队第1局也拿出了自己非常自信的这种进攻型的阵容，而且对于狼队来说的话呢，目前调到了败者组之后，他们大胆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变动上场，效果不错的情况之下，昨天小胖刚刚是完成了他自己的 KPL 登场5周年。是对于狼队这个队伍来说的话呢，小胖和狼队可以说是一起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了那现在狼队来到了败者组之后的话呢，对于狼队这个队伍的荣誉来说，小胖他自己的责任感一定是背负在身上的。小胖现在已经成为5个人当中在狼队待的时间最久的选手了。而他如今对位的句号则是一个新生代的野王，今年通过这个选秀大会以状元签的这个身份来到了大众视野。所以对于句号来说的话，他则是非常新的，在下一赛才加入到苏州快手的打野位置，但是在这一次的年总句号的发挥，有2次3连 MVP， 有目共睹的进步。所以今天在打野的对位上面，相当于是新老2代野王的正面交锋。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小胖这边带着狼队的荣誉，带着狼队的责任感去战胜苏州快手，还是句号加入到了快手之后去抹平他们历史的这种过往的交手战绩，亲手给狼队和快手的这段渊源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双方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第一小局，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苏州快手。我是解说一选，我是解说潇洒，我是九泽。哎，狼队这边没有选择换线啊，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博弈啊，因为正常来说，重庆狼队这个阵容的话，会换线会舒服一点，但是苏州 KSG 也没有换线，狼队会不会觉得是 KSG 可能会一番换线？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医生的空环儿，一般来讲，他拿到空环儿的时候会先去中路看情况，要不要洞察一下对面打野的信息，包括骚扰一下。但是他没有，他直接是跟着道仔上线，上来就打了妖刀一个闪。对，利用自己带的召唤师技能是晕眩嘛，上去直接给了一手控制。这样换下召唤师技能其实还好，因为这个时期妖刀的闪现也没那么重要，他本来这边就是优势嘛，然后流浪这边过来蹲的话，其实阿狸这边对线是非常的难受的。想抢这个小野，哎，老虎2级、3级直接要过来抓一波吗？但是被上次踩了一脚定身，自己还被打残了，留不住。这波小胖打了一波无规则，但是没有出节奏。自己还受了伤，说白了。回去继续过野。请求集合。中路3人吃，这样子打野拿的钱更多。没错，是，但是现在很多队伍喜欢打这种3人吃中的经济最大化啊，但有时候感觉有点亏节奏，有点亏速率。因为你要等着大家一起到了以后做这件事情。对对对，我觉得4分钟之前做3人中多一点会好一些，4分钟之后如果这样的话，就有点浪费人力了。是的。但本质上面的目的都是希望自己的这把打野经济可以更高一些啊。目前从整体的对位经济上面来说，大司命会更高一点点。那毕竟大司命前面一直在刷，他没有说和狼队做过这种对抗。上半图的位置抢夺小野的时候要爆发一波了，摩擦。这边句号过来抢的话，对抗路这个空间之力应该是 KSG 这边的。哎，这边直接打了一套罗波。是的，大招互换。安琪拉一套技能先打掉，没有选择去战草，这边200滴血，还是被流浪拿到了。但是看一下蒙恬打得也很主动啊，一波闪戳也把流浪的闪给打了出来。那这波闪戳好像就有点后悔了，戳完没有任何的后续。看到两边的打野作为这一把的关键选手，小胖这边荣誉满身，而朱浩这边的话则是今年出来的选秀状元。这把更是 FMVP 英雄对到100%胜率的英雄。但是今天能够感觉到，就是狼队他在下半图给妖刀的压力还是蛮多的。是的，并没有说下路是个公孙离，他选择了 B 线，对，他没有避其锋芒，而是直接迎头就打。快手目前觉得他们可能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就是狼队拿到小胖的时候，他想要让小胖打一波无规则、前期劣势的情况下，有机会能抓一波。然后后续其实2级之后，公孙离就对线还好，2技能能挡妖刀的1的话。小乔这个位置。要等老虎。这波大司命如果不上来的话，快手上了一波2v2，大司命选择过中线。那这样上路可以动手。在草里，樱花开大，给到了一手减速，萝卜也开了一个大招。来，小胖也被打到墙上，但是被流浪做了一波拆火，回头大招反开，流浪闪现过去，再来一下，走位躲了一个技能的扇子，但是人太多了，大司命赶了过来，最后快手拿到第一滴血，给到句号。这波流浪的拆火太关键了，他那个2技能直接断了老虎输出的节奏。这波瞬间就让快手形成了反打。对的，就是为了4分钟龙团前抢到对抗路的一个优先级。但是下半图看一下，子焕这边一套技能想打状态，但是句号状态保持还不错。龙要拉脱了，在拉脱的边缘，这样拖到了小乔过来，快手这个龙还是比较稳的。是的，他们的人会更多一点，而且安琪拉还在技能真空期。
这波我觉得小胖的选择有点太强行了，因为他在樱花掉点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去置换一下对面的野区的资源。这个龙是肯定是很难，狼队是很难去打这么团的。说白了，在上路这一波选择去抓萝卜的时候，被流浪给拆火之后，后续小胖裴擒虎的选择给自己带来的收益太小了。是的，感觉今天打的不是那么的从容啊。但是这边直接抱团压下，打了一个换塔的置换节奏，先打了苏州 KSG 一塔。没错。在前期其实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虽然人头只爆发了一个，但是其实两边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在中轴这个位置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一把的安琪拉和小乔他们在前期的一个动的比较多。比较频繁，就流浪他支援全支援到了狼队的痛点上，就先是哲教前面聊的那个点，为什么这一局狼队这个阵容没有选择在下路让公司林进行一个换线，而是上来一生的空环就用自己的晕眩跟妖刀的仓换了一波召唤师技能，这个闪现掉了之后，小胖那边紧接着做的事情就是他不刷小野，只刷 buff， 刷完 buff 之后想要来下路抓一波，这可能是一开始他们布局想的，我跟你换完闪现之后，我的小胖裴擒虎他卡一个速率差，让你想不到我来下路直接抓一血，就用来提这个阵容的速率。但最终呢，是因为这个小乔的支援，导致了他们什么都没有达成。包括上路那一波流浪他的一个相当于反蹲吧，也是破坏掉了裴擒虎在上路想要打4分钟那波龙的节奏，就是压一波曹操的技能，然后带着蒙恬再下来拿龙，都没有达成。是的，其实这把的话，狼队的进攻性还是很拉满的。但是从这把比赛来看的话，这个小乔真的是裴擒虎一生之敌，真的是破坏掉狼队前期他所有的布局，包括他拿到这套阵容之后开局的一个想象中的布局都没有达成，相当于在两边线去做的这个支援上面的话，最后都是快手他可能会更赚一些。对。那么目前的话，比赛是出现了暂停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中，请大家稍作等待。镜头的话也给到了流浪，因为对于流浪来说的话，上一次 BO7打到狼队的时候他在，去年打到狼队的时候他也在，他和小胖一样都是目前在队内待的最久的选手了。但是流浪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成熟的综合选手了，他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和操作非常的敏锐吧。他的2波那种协防，导致4分钟那波既拿龙又推了上路1塔，非常的赚。就整体我们有聊双方的阵容的不同点，就在于快手这套阵容它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的嘛，慢慢拖自己3线的核心，然后团战会越来越好打。但是狼队的阵容它要求的就是一个速率，它需要出现这种不规则的对面想象不到的节奏点，来帮助他们快速积累优势，然后形成这种顺风滚雪球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个阵容才有可能在团战当中达成他们想要的画面。他们希望打的是出其不意，而且很多都是围绕着小胖的打野节奏来进行的。所以现在中路为什么重要？就是在4楼选出的小乔，在我们看来其实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但是他却打出了就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通过了一波预判，但是目前的话，比赛是只进行到了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嘛。看到子阳这边，把这个外套也穿上。其实今天在场上这10位选手当中，有非常多都是哲教非常熟悉的选手了。你觉得他们加入到这些队伍当中了以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我觉得子阳的话，加入 KSG 之后，也是慢慢的开始展现出自己独当一面的方向吧。但其实子阳他在快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对。他其实春季赛加入了快手之后，他并没有说，一直是坐稳了这个首发的位置。一开始他和快手之间的磨合还是出现了阵痛的。对，因为子阳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能够把控大局的那种选手，所以你看他玩的英雄绝活鬼谷子，对，进攻性非常的强。就是加入一个队伍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话不可能会很顺利的去适应所有选手的节奏。所以我想表达就是子阳他其实在我们这个镜头后面、镜头背后所付出的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和这个快手磨合的挺好的，整体队伍的节奏也好，风格也好，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他背后确实付出了蛮多的嘛。而且在这个其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聊过两边的一个中辅队伍嘛，他们的游走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因为医生也是哲教非常熟悉的选手了，对吧？医生和子阳的话呢，他们目前最有趣的是今年整个游走位置目前使用英雄次数第1、第2多的。
医生用了24个不同的游走位置英雄，子阳用了23个，而游走全连的平均数是17个。这2位选手都可以称为百变游走。对，真的，他们的英雄池非常的丰富，他们的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敢去执行。恰巧快手又迎来了一位。子琪教练嘛，子琪教练他的风格，因为他是从选手转教练，所以他愿意去倾听选手的这个内心，而且很容易去接纳这种新鲜的选择，就新英雄新阵容。是的，就是医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古灵精怪的辅助嘛，古灵精怪，就是他之前对。就是拿出来的一些英雄，其实平时都比较少见的，像钟馗这种，就是他比较擅长的英雄嘛。是的，这个形容还是相当贴切的。所以今天游走位置上面，因为其实他们的年总拿到这样类似于像下一赛让大家一拿出来瞠目结舌的英雄没有那么多，这个没有那么频繁啊。但是今天的话呢，也不好说，毕竟是一场 BO7 的比赛，也不知道两边教练有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招数。而且结合到整体的局内来说的话呢，两边在射手位置的对位上面的话，其实一上线大家就可以看到打得非常非常凶了。因为妖刀的话呢，它其实目前在快手的队内，它的一血次数拿的是队内第2多的。而道仔的话，他在年总比较强烈的一个印象在于他的场均死亡是最少的选手。其实射手这个位置拿一血次数拿的很多。很少见，非常少见。射手前期都是以发育为主。对的，我们回到比赛5分半的一个时间，句号率先支援了下来，来到下半图卡住位置，然后让萝卜下来把这个外塔推掉。那等于苏州 KSG 这边想抢一波下路的节奏，但是小胖这边选择了置换上路的1塔，两边打一个镜像的换塔。因为前期他身上的优势就没有体现出来嘛，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置换来保证自己的发育。都想去再多带一座，然后大司令在旁边墙上卡人，但是下路这个兵线是能被清掉的，这样狼队整体换塔，先把上头2塔给换掉了。要看快手这波线怎么利用了，因为蒙恬开大了，其实没有那么好压。是的，流浪在等一个契机，还是想打，先打蒙恬的状态，但是必须要撤了，因为对面可以优先包过来。是的，因为不打的话其实是很亏的，他这边50包下的话。狼队小胖那边发育的非常舒服，对，但因为两边的红区速率是岔开了，所以快手这边反完狼队的红 buff 还能再防守一下自家的红 buff。是的，但这波小胖第一时间没给上路高地压力，导致苏州 KSG 这边还多反了一个红 buff， 有点伤了。就是快手是做了一个止损。但对于小胖个人来说的话，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镜像换塔的节奏，他自己的经济目前已经来到全场最高了。因为刚才换节奏的时候，句号是跟团的嘛，对，他其实是没有得到什么发育的，所以这一波相当于狼队4人拖住了，给小胖发育的时间。互相占半图。一先炮打但是大命这个位置，回头一套半血还在吸，再吹起来给一套，伤害够吗？哇，滋血。苏州 KSG 这边状态今天感觉非常饱满啊，他们非常想去求战，就是很想跟狼队打，进攻欲望拉满。因为4分钟那波他们已经优势了，这个阵容拿到优势之后，就抱团正面的话，狼队还是挺棘手的。是的。还有就是这一把，只要句号他自己的距离感把控的好的话，他是可以不断拉扯对面的阵型的。但这一波被对面给卡了一下，线没有办法送进去了。但如果每一波狼队守防御塔都需要蒙恬一个大招的话，有点浪费。对，但是这边看空空儿晕爆了，直接给一套，但是安琪拉这边的这个距离不太够了，没有能够秒掉，就要回头想着反吹到了，地身在踩脚，樱花这边闪现往后走了一下，萝卜直接闪现接了一局，但是斯胯回头一套把萝卜给留下。这波萝卜想上时机把握的也还可以，但是时机把握的非常好，但是他那个大招开的太早了，导致进去的时候没有大招被一套控死了。他如果这一波没有被控到的话，我感觉他能撑到队友过来，这波狼队就不好打了。没有控到他那一套能打满的，因为快手这波已经迎来了自己阵容的反打的时机了。重庆狼队这波的反打也是非常的极限啊！如果让萝卜没控住第一时间砍出来的话，其实重庆狼队这一波有点小架的，是要失手的。但还好有子焕安琪拉那个2技能。对，子焕这就是子焕的强处。那正面这条暴君被小胖的培训我给控下来，而且医生这个位置卡的也非常不错，让快手没有办法过来看。其实我感觉快手在10分钟之前没必要接团了，他得等一下自己双 C 的闪现。对，没有闪现面对到空空儿的开团其实是很难
拉开的。而且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的点在于什么？小胖他这个经济一下子开始对位拉得非常开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7600的老虎了。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也会聊到两边的打野位置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在整体的表现上面非常可圈可点的2代野王，但是他们的整体的数据上面的反应会有一定的区别。小胖这边的话呢，他的发育能力会更强一点。小胖的场均10分钟对位经济差有687，位列打野位置的第1位，这是独一档的存在，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10分钟对位经济差了。而句号这边的话呢，他展现出来则是击杀能力会更强一点，他在场均10分钟的场均击杀排在第一，一血次数排在第一。就他整体的一个对于团战的支援项可能会做得更多一些些。是的，小胖的话，他属于那种就是自我节奏感非常强的一个选手嘛。对他正面的话，他会只会正面抵住的话，自己去偷发育，然后他更多的是属于自己腰边给到对面的另外一边的压力，然后正面4个人的话抵住对面的半途5人进攻。像刚才那个画面，就是4个人顶住了对面的一波进攻之后，守住了那个2塔，然后裴行虎一个人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经济反超了句号的大司命。对，现在这个正面裴行虎他对于后排的威胁已经相当之大了，只要空空儿跟蒙恬在开团的时候盯住了对面的小乔跟仓，这个时候老虎再进去的话，其实后排就跑不掉了。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顶级的打野必须具备2个最基本的能力吧。第一个就是这种自我的节奏、发育节奏的非常强势的这种节奏感，就是不会因为正面的压力去影响自己的发育速率，对。第二个就是发育起来之后的一个团战的能力，对，就是你怎么样去让前期队友扛着压，在中期你团战来反哺。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要打的毒一点的，要信任自己的队友能顶得住对面所制造的这个压力，这个时候你的经济才能补起来。如果你有点玻璃心，对吧？你看队友那边4个人打5个，你就要回防的话，这个时候回防效果可能还不好，很差。然后你自己的发育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整个阵容其实就没有什么强势了。那么目前比赛的话呢，出现暂停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中，请大家稍作等待。这2支队伍的比赛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铺垫了非常之多了，而且通过两边选手的面部表情，大家能够明显的感知到他们对于这一场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说到底，今天是败者组的比赛，没有任何的容错率，而且我们最近的败者组比赛出现的这个结果，比赛结果全都是0封。对。感觉现在这个败者组的比赛，大家打得非常的浮躁。就是一旦陷入到逆境当中，就没有办法调整过来了。对，其实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就是现在打比赛的话，没以前那么纯粹。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就是可能更多的会专注比赛吧。现在的话，你看，我们会想的是年总的比赛的奖金高，诱惑，对，然后决赛的这个鸟巢啊，就想的比较多了，感觉就没那么纯粹了。还有的话就是，当选手他们来到更大的舞台了以后，大家会发现，来到我们七彩盒子以后，它整体的一个声效的效果，对吧？包括你面对到的观众，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镜头有非常多的给到粉丝在自发的为自己的选手应援。就这些，其实它会无形的去施加一些外部条件，其实给到现在的选手，他的考验度也会变得更高一些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可能太想去得到这一切，反而容易失去。那就看一下今天这2支队伍谁能够在第一小局率先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一小局了。继续回来，9分20秒，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了，快到10分钟。然后在总经济上的话，狼队领先了2000。这个经济都集中在打野身上，打野对位领先了2000多。对，这个经济加上小胖这一把的一个出装，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实时经济8400，他的胜场的10分钟均值是7300。按照小胖目前的装备来说的话，他哪怕切人形态去打这个句号的状态，其实也会下得比较快。是的，他配合安琪拉的话，还是有机会把大司命直接给融了。对，所以现在句号的站位要更加的小心一些。但是这种团战，我觉得还是不能以 RA 句号为核心去打吧。对，我觉得空空还是得盯一下流浪和妖刀，因为其实空儿开流浪这种短腿的法师是非常好开的。是，先看这波龙的血量压到斩杀线要劈惩了。正面的龙就是小胖拿到人分钟，安琪拉一套技能已经把妖刀的仓给秒掉了。正面围绕着蒙恬想往前顶，句号的位置直接被造的给点死。
一波团战，狼队大获全胜。那这一波要拉开更大的差距了。快手这个阵容一下子就只能守高地了。狼队这波决策太关键了，首先是小胖这边拉 L 草直接拼一个龙城，然后空空儿医生这边直接配合指换冰后开到了妖刀。我们真的是说开妖刀就开妖刀啊！是。盯得非常准啊！上路啊，直接咬进去，要咬流浪，走不掉。小胖把握到了一个关键的节奏点，而且顺势直接再挤到了中路这个位置。狼队这个节奏现在大开啊！然后还可以蚕食一波快手的红蓝野区，这一下子经济差就拉开了，有点止不住了。而且这段时间依旧还是狼队阵容的发力期，所以现在快手的压力会变得非常大。他防守都有些费劲了。对的，空儿又来，直接开，又是找到了妖刀这个位置，句号也倒，妖刀也倒，野射全死，下面还有兵线，狼队有点小一波的意思啊！再慢慢打，找到了子阳，再杀一人，龙门有人想翻开抢换，那边倒载拉伞直接给推开了，很多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11分26秒闪电战，这是